大家好，今天的视频可能会颠覆你们对海外生活的幻想。今天我想从一个实实在在的角度，告诉大家为什么普通人在今年千万不要轻易考虑移民。如果没有充分准备就赶着出国移民，可能以后会后悔回流。作为一名新商业财经架构师，我见证了无数海外与中国境内中小型创业者的奋斗经历。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这几年国外的月亮不再那么圆了呢？为什么说现在出国移民是一种深坑的行为？我们不难发现，这几年海外的普通百姓似乎也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美国的零元购现象随处可见，整个国家似乎都生活在枪林弹雨中。再看看欧洲的情况，很多人为了节省开支，甚至连暖气都不开。众所周知，许多海外华人被视为二等公民，干的都是送餐、清洁这些辛苦的工作。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海外签证的申请却变得更加困难了。最近，美国的移民政策变得非常严格，从一个移民国家变成了全世界最难移民的前10名国家之一。即使我们拿到工作签证，英语能力再好，最终能不能拿到签证还要看运气。再看看加拿大，前几年还在抢着要人，现在读完书就能拿到工作签证的快捷通道也基本堵死了。说到这里，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移民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反而可能带来更多的挑战和压力。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社会融入的难度，这些都是移民后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大家好，这是一个与金融学博士共同成长，也同时是一个希望你生活变得越来越唯美的财商成长频道。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吝啬手中的关注，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继续提供优质内容的动力。我们也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一些重要的创业或是商业知识。今天我们就一起探索一下这现象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在我们深入探讨今日主题之前，让我们先思考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些国家一边是水深火热，另一边移民名额却供不应求的现象，为什么那么多人明知道移民之路艰难，却仍然选择斥巨资移民？尤其是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甚至将投资移民的门槛提高到了10亿元。这些人真的都是人傻钱多吗？其实，移民并不仅仅是一个财务决定，而是一种复杂的战略投资。有些富豪们看重的不仅是短期的经济回报，更重要的是能否把握长期趋势。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增长率创下了历史奇迹。但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许多中年富豪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选择移民，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耐心再等一个新的经济周期的复苏。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宁愿选择看似火坑的移民之路呢？其实，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寻找更好的投资和生活环境。内卷和压力让他们意识到，只有跳出原有的环境，才能找到新的机遇。然而，移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背后有许多现实的挑战和压力。首先，海外生活的高成本和复杂的文化适应问题是我们面临的第一道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和社会融入的难度，都会让我们在初期感到压力重重。其次，虽然一些国家提供了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但这些资源的获取也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时间成本。此外，海外的商业环境并非一片坦途，我们可能会遇到更多的竞争和更高的市场准入门槛。作为移民，我们在一些国家可能会面临隐形的职业天花板，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提前考虑和规划的。现在，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现实挑战和潜在深坑，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和思考。一个备受关注但又常常被误解的话题：移民。很多人认为移民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捷径，但实际上，这条路上的荆棘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移民出国的本质其实是一项投资，而作为投资者，我们必须仔细衡量投入与回报是否成比例。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慎重考虑移民呢？因为绝大部分人都严重低估了移民的费用和风险。近年来，
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加，申请出国移民的人数猛增。社交媒体上各种移民广告层出不穷，10万欧元买房移民欧洲，甚至还可以通过跳板移民到英国，10万就能移民加拿大、澳洲。这些信息让人误以为移民成本很低，但实际上这些小道消息大多是不真实的，那点钱根本不够。一些中介利用夸大的宣传吸引人们，比如说在美国做个电工，一年收入10万，或者在某个国家洗盘子，一年也能赚几十万。他们会要求我们支付2-3万的申请费，声称会帮我们搞定机票和签证，还承诺在国外找到高薪工作。等我们到了国外，合法身份没有，而我们已深陷财务困境，只能任由中介摆布。他们让我们去哪做月嫂、电焊工或工地打工，我们都必须服从。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一旦被发现非法居留，不仅会被遣返回国，还会对我们未来的人生留下巨大的隐患，因为信誉会受到严重影响。而那些碰巧留下来的人，要么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与本地人结婚，要么等待外部政府的政策变化。但我们真的敢和一个随时可能举报我们的对象结婚吗？这简直是人生的一场赌博。让我们冷静分析一下，近年来拿签证移民的难度是上升还是下降呢？现在，哪怕我们是名牌大学毕业，想要拿到签证，几乎都必须找到工作，并且英语水平要达到雅思4个8。就算是美国本地人，雅思4个8也未必能达到。而海外移民的门槛更是高得离谱，几百万的土豪移民都不一定能成功，更别提普通打工者了。此外，移民还涉及到家庭的分离、文化的适应、社会网络的重建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即便我们在国外找到了工作，也未必能享受到国内那样的社交圈和家庭支持。我们可能会面临孤独、思乡之情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移民的真实成本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很多人对海外生活充满憧憬，认为那里的环境优美，福利优厚，甚至有人说在超市花100块钱就能买满满一车的东西，简直是穷人的天堂。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海外的开销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首先，我们来说说住房成本，这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梦，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如纽约、巴黎、东京和悉尼，房价最贵的地区基本集中在中央商务区的10公里范围内。想要在这些地方买房，首先要考虑的是地段和周边设施。一个地区的房价高，通常是因为它受到了华人、犹太人和印度人等群体的青睐。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温哥华，房价高的惊人，换算成我们的货币，均价约为1000万元起步。新加坡的情况更为夸张，普通公民可以住政府提供的公屋，但作为移民，我们只能自己买房。那些专门给海外人士准备的楼盘，均价基本上5万新币1平米，一套小公寓经常上千万新币。更夸张的是，作为外国人，我们还要缴纳高达60%的印花税。其次，说到租房的话题，事实上，它并非廉价的替代品。很多人认为买房太贵，那我们租房行不行？举个例子，在澳大利亚的大城市，如悉尼，在市中心租一个2房带车位的公寓，租金至少800澳币一周，一个月的房租折合成我们的货币大约是16000元，这个价格与香港的租金水平相当。综上所述，我们要了解的一点是，海外生活并非如我们想象中的那般美好。高昂的住房成本的巨大开销以及各种隐藏的费用，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很多人对海外生活充满向往，认为那里的环境优美，福利优厚，物价低廉。然而，当我们真正了解海外生活的真实成本时，可能会大吃一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以下所有数值都以我们本国的货币来陈述。首先，我们来讨论日常饮食，用餐费用真的是非常高昂。以澳大利亚为例，我有一个客户在墨尔本的办公室楼下有一家餐馆，
简简单单吃个午餐，平均花费大约是100元。如果想和家人外出吃顿火锅，随便一家普通的餐馆，没有个1500元是下不来的。有人可能会说，天天在家做饭会不会省点呢？我们再来看日常食材的价格。现在在墨尔本买一个西瓜需要100元，水果的高价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即使我们不追求大吃大喝，一个普通家庭每月的伙食费也要花费1万多元。接下来，我们谈谈交通与保险的费用。近年来，俄乌战争等国际事件推高了油价和电费，开车的费用，包括养路费和保险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另一位客户去年与保险公司续约，保险费从24000元涨到了35000元。要知道，他过去5年从未出过任何事故，也没有向保险公司索赔。这些费用的增加，让人不禁重新审视自己的预算和生活方式。再者，我们来看看教育成本，这也是一笔不容忽视的隐形开支。好的学区和学校意味着更高的房价和更多的附加费用。即使是公立学校，家长们也需要为各种课外活动、教材和交通费用买单。最后，医疗费用也是一笔昂贵且不可避免的开支。很多人认为海外的医疗和教育是免费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澳大利亚，看一个专家医生，费用基本上是2000元起步。一个客户的儿子感染了新冠，不得不住院3晚，结果拿到账单时，费用高达2万多元。虽然这些费用可以通过保险报销，但每月的保险费也要支出2500元。而且，私人保险并不能覆盖所有的医疗费用，很多时候仍需自掏腰包。所以，朋友们，当我们憧憬海外生活的时候，一定要理性的看待这些隐形成本和现实问题。很多人对海外生活充满憧憬，认为只要投入足够多，回报自然会随之而来。然而，现实往往并不如我们所愿。首先，看看在海外赚钱的实际情况。数据显示，80%的华人移民在出国后主要依靠过去的积蓄度日。无论我们在国内多么优秀，如果不能迅速适应当地的语言和文化环境，我们会发现很难立足。更让人头疼的是，很多国家在移民初期并不允许打工，这使得新移民缺乏与社会接触的缓冲期，增加了融入的难度。职场上的挑战更为复杂，很多时候，仅仅因为我们的肤色，就会被视为容易被欺负的对象。加班时总是被安排，但发奖金的时候却往往被忽视。这样的职场环境不仅让人感到不公平，还影响个人的职业发展和心理健康。尝试创业也并非易事，员工管理是个大难题，很多员工桀骜不驯，不愿意遵从管理。有时，稍微严厉一点的管理方式就会被视为歧视，引发法律和劳动纠纷。客户方面，很多人一看到是华人开的公司，就认为可以随意压价。在市场上，高端客户宁愿支付高价给西方公司，却不愿意接受华人公司的服务。这种双重标准让华人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更令人心寒的是，华人社区内部的竞争和打压。社交媒体上，华人打工族常常抱怨华人老板，而华人老板也对员工不满。这种内部的矛盾和不和谐，让人感到无奈和心酸。那些在国内拥有成功事业的老板，到了海外却发现自己要面对各种困境，仿佛成了折翼的天使。这种现实让很多人感到失望和无助。所以，当我们憧憬海外生活的时候，需要全面了解真实的情况，并做好充分的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实现自己的梦想。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我们需要保持清醒和理性，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深入讨论了移民背后的现实与挑战，从高昂的生活成本到文化适应的复杂性，再到职场上的不公平待遇，移民并非一条轻松的出路。无论是房价、日常开销，还是医疗和教育的隐形成本，
都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看似美好的梦想。移民需要巨大的投入，而回报未必如我们所愿。我们可能会面对孤独、思乡之情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些都是需要提前考虑和规划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经济上的成本，还要面对情感和心理上的挑战。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可能会让我们在初期感到无助和孤独，职场上的隐形天花板和社会融入的难度也会让我们在职业发展上遇到瓶颈。此外，家庭的分离和重建社会网络的复杂性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国内的社交圈和家庭支持是我们生活的重要支柱，而这些在海外可能会变得稀缺。即便在国外找到了工作，也未必能享受到国内那样的社交圈和家庭支持。我们可能会面临孤独、思乡之情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移民梦固然美好，但我们更要理性面对。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和思考，让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时，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移民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匙，它可能会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我们需要全面了解海外生活的真实情况，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实现自己的梦想。最后，我想提醒大家，移民是一项重大决策，需要我们慎重考虑和深入研究。让我们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感谢大家的聆听和支持，希望你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祝大家一切顺利，生活幸福美满。那么，我们本期的财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这期的节目也一如既往，让你对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多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思路。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和订阅哦，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这里是金融致富，我们很快又会再见了。